暑假已经到了，有些小伙伴开始挑选新的手机。那么这一期视频的话，专门给女生挑了3款2000价位高颜值、拍照好看的中端手机，分别是 vivo 的 S30、荣耀400、OPPO Reno14。虽然这3款手机之前的话也做了一个对比测评，但是最近很多小伙伴都在纠结这3款手机，所以问我能不能再做一个深度的对比。下面的话，我结合日常的一个使用，给大家去做一个参考。首先先来说一下外观，就比如说像 vivo 这一款，它这款手机的一个配色是比较丰富的，可以选的颜色会比较多。而荣耀这一款，它的一个背板采用的是这种流光织锦的一个工艺，每台手机背后的一个图案都是不一样的。而 OPPO 这一款的话，最近是推出了新的配色日月光，在不同的温度背后的一个颜色是不一样的。可以看到手机背后现在是银色的，我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冰个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以后从冰箱拿出来，它都变成橙色了。OPPO 这款手机采用的是双向温感变色的一个工艺，可以根据不同的温度调节不同的颜色。如果你想变回银色的话，只需要在手机上面浇上热水就可以了。不过这里要提醒一下，虽然手机的一个防水性能是比较强，但是在操作的时候要把手机先关机好。这3款手机的一个外观对比下来，你更加喜欢哪一款呢？可以打在公屏上，我们一起交流。下面再来说一下手感上面的对比了。这3款手机里面 ，OPPO 和荣耀这2款都是金属的一个边框，而 vivo 这款的话是用塑料的一个边框。整体的一个体验下来，我个人感觉 OPPO 和荣耀的一个手感会更加好一些。在重量的一个对比上，这3款手机的一个重量都是比较轻的。在防水性能的一个对比上，荣耀和 OPPO 都是支持 IP69的一个防水，基本上可以满足日常淋雨或者不小心碰到水的这些问题。而 vivo 这一款是 IP65级的一个防水，不过它这一款是有金刚盾3层的一个玻璃，不小心磕碰的话也不用担心。下面再来看一下这几款手机的一个屏幕对比了。这3款手机的话都是这种直屏手机，都是支持 1.5K 120赫兹一个高刷，日常看电影打游戏都是完全没问题的。不过它们在尺寸的一个大小上面会有点差距，像荣耀这一款是 6.55 英寸， OPPO 这一款的话是 6.59 英寸，而 vivo 这一款是 6.67 英寸。在性能上面 ，OPPO 这一款用的是天玑8350的处理器，加上潮汐架构。荣耀和 vivo 这2款用的是第4代骁龙7，基本上日常使用的话都是完全没问题的。不过在整体的一个操作体验上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OPPO 这一款的，因为它用的是 ColorOS 15的一个系统，日常使用的时候会更加丝滑。下面的话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它们的一个拍照对比了。像 vivo 和 OPPO 这2款都是用的5000万像素加上长焦的一个影色，而荣耀这一款用的是2亿 AI 的一个主摄。我也在不同的场景用这3款手机拍了一些照片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比如说我拍一些建筑物，这3台手机都是可以把一些细节拍出来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不过我个人觉得荣耀和 vivo 这2款的一个颜色绿化会有些重，而 OPPO 整体的一个颜色的话会比较自然一些。不同的一个焦段对比出来都是差不多一样的。对了，如果要拍比较远的地方 ，vivo 和 OPPO 这2款都是有长焦的，而荣耀最大的话只有30倍的一个长焦，整体的一个细节表现 ，OPPO 和 vivo 的会更加好一些。在人像的一个对比上，我个人感觉荣耀这一款的一个颜色会比较偏黄 ，vivo 的话整体是比较鲜艳一些 ，OPPO 整体的肤色是比较讨喜。在夜景的一个对比上，这3台手机的一个表现都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不过这里要说一下，像 OPPO 这一款有一个实况补光功能。在比较暗的一个场景下拍出来的照片是比较氛围感的，就好像 CCD 相机一样，而且它有 3.5 倍的一个镜头，裁切放大物体的话，各种细节都可以很好呈现出来。这3台手机的话都是支持动态实况照片，不过荣耀和 vivo 这2款只要编辑过照片以后，输出来的照片就不会动了。而 OPPO 这一款不管是编辑或者裁切大小的话，输出来的照片还是动图，这样的一个可玩性的话就会更加高一些了。而且像 OPPO 这一款的话，它还支持 4K 视频转成实况照片的一个功能，就好像大件 Pocket 3一样的一个功能呢。像平时我们出去旅行的话，拍照片拍不好，直接就可以拍视频，回家的话就慢慢可以选择适合的照片。同时它还支持小红书 4K HDR 的一个传输，这样的一个小红书可玩性就更加高一些了。在续航方面，这3款手机的一个续航都是比较长的，像荣耀这款是7200毫安的电池容量，vivo 的话是6500毫安的电池容量 ，OPPO 这款是6000毫安的电池容量。基本上充满电用一整天都是完全没问题的。最后简单总结一下，如果暑假女生要换新手机，想要追求更加高的一个外观颜值，这3款手机我感觉都是比较不错的。不过如果你想要更加好的一个体验，我个人是比较推荐选择 OPPO 这一款，它这一款拍照效果整体来说都是比较不错，而且它还支持视频转成动图，可玩性的话会更加高一些。特别是如果是暑假购买，可以获得最高249块钱的一个立减券，特别是学生党购买的话还会送充电宝，这样的话就可以省下不少的钱了。如果你一直用的是 vivo 生态的话，我个人还是比较选择 vivo 这一款的。而且暑假购买的话，他们还会送蓝牙耳机。如果你想要追求更加长的一个续航的话，那可以选择荣耀这一款。暑假购买的话，它是送上蓝牙音箱的。
好了，以上就是这3台手机的一个测评对比了。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